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职场观察类真人秀《令人心动的 offer》第7季，欢迎大家！渴望就可能，心动就发生。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。一口美味曲奇，工作状态满分。本节目由巧克力味豆多多的趣多多赞助播出。智能电混4驱，无惧雨雪湿滑。本节目由领克101MP 指定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，3亿人都在用，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。很高兴又一次在令人心动的 offer 跟大家见面，我是 offer 加油团的陈明，身边5位小伙伴已经就绪，跟我们一起见证实习生们为期1个月的职场考核。接下来将由我来介绍本季加油团的成员，让我们欢迎探案王子奇招频出的演员王子奇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王子奇是我们 offer 的新朋友啊，新朋友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接梗像呼吸一样简单，人称当代打工人嘴替，无论是做员工还是当老板，都在努力养活公司的牛马天花板徐志胜。哎呀，哥哥，你念完这个，我发现我面前正好有条缝让我钻进去，为你剪开的啊，被我剪开的。接下来这位集颜值才华努力于一身的00后宝藏少年贺峻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。Hello， 这是老朋友了，但依然是我们 offer 7季以来最年轻的加油团成员。什么？对不对？7季以来，对啊。对。不是你吗？啊。我比你虚长那么一点，那么一轮，长几岁？欢迎峻霖回归，欢迎回到 offer 大家庭。接下来这位沁入职场共情满分，颜值与演技并存的实力派演员李沁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李沁老师。接下来这位有权则灵张泉灵老师，欢迎泉灵老师。真正高端的介绍不需要我们前面那么多浮夸的词儿。你介绍完，全林老师显得我们前面特别浮夸，精炼才是精华，是吧？这一集呢，我们观察室还有一位特别来宾百事酷宝，他将和我们一起见证实习生们的渴望之旅。欢迎酷宝！大家好，我是百事酷宝，很高兴认识大家哦。OK 了，那这一季节目呢，我们将向各位隆重的介绍本季的 offer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行业领域。7季以来，我们从来没有涉足过传媒行业。那这一季，我们将目睹实习生们在主持人这个赛道，在一个新的岗位上，用1个月的时间为那个 offer 发起终极的挑战。所以说，他如果拿到 offer，offer 8就主持人就换成他。不排除这种可能，允许大家发起挑战啊！太黑了，我觉得可以跟前 offer 的主持人打个辩论，赢了就来就行了。为啥是打辩论呢？口语表达嘛，泉林老师。那说到这里呢，我们今天现场其实正好就有一位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在读的同学，要想问问峻霖了，当初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专业？其实我当时选这个专业，第一个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从小就比较热爱，然后也是爱说话嘛，然后公司呢也经常让我在我们公司里面的活动当主持人，然后当时在那个艺考选择专业之前呢，也是正好参加了一个活动的主持，然后那一次的反响也还挺不错的，当时找了一个普通话老师，就跟他沟通了之后，就发现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冲一冲，尝试一下去报考播音主持，然后正好也是我的热爱，所以就选择了这个专业，也很幸运，也是考上了。考上，现在读几年级？大三了，大三，马上9月份大4了。哇，你这来这算实习，你知道吗？一会儿帮我开个证明啊。我们也问问其他的，还有这边的新朋友，在你们的心中，主持人这个赛道或者说这个专业，在你们心中大致是个怎样的印象？我就是觉得是一个非常令人钦佩的一个职业，因为需要很强的综合能力、口才能力、知识储备、临时反应能力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专业。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，之前有看过一些采访，是倪萍老师在春晚当时有一个紧急的情况，一打开4张空白纸，我脑子嗡的一下子，身上真的是立即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我当时对于这个
非常的震惊，然后对于主持人这个职业真的非常的敬佩，需要太多的生活经历和职业素养的积淀，我觉得那个让我非常的震惊和敬佩。语言表达、临场反应、生活积淀、生活智慧。对，就这么说，智胜肯定是个非常好的主持人。对，主持人最重要的一项叫普通话标准。你在你心中，你有想过自己能做一个很好的主持人吗？我不光想过，我还做过。我做过音乐节目的一个主持人。我觉得那个就是你真正做过之后，你才会发现这个他要求的那些东西，真的太多太多，太综合了。这个首先你自己的普通话，这是最简单的。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在台上得有一种奉献的精神，因为我们讲脱口秀嘛，平常是把焦点都集中在自己身上。主持的时候，你要去很自然的把焦点给到别人，把他的东西展示给观众，而不是说把你展示给观众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。我原来就知道你智商高、情商高，就你这一句话，我觉得你智商180，情商360。哎呀，我为啥智商这么低呢？事实上只有情商的一半。你知道，就是很多主持人干了一辈子都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，他都觉得聚光灯是在我身上的。对啊，就是主持人是托举别人的这件事情，很少的主持人才理解了这个问题。哎，你怎么就当一次就会了呢？这事儿？因为我智商可能也360。最后也想问问全林老师，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，媒介环境也在变，主持人这个行业的当下和未来整体的这个方向趋势，您怎么看？我觉得就不管什么职业，心动的 offer 它一定符合3个基本规律，就是第一个特别有未来，比如说你想说10年后，这个职业依然是受人尊敬且有前途的。是。然后第2个原则呢，就是说，哎，我当下如果当上了，我一定能学到特别多的东西，然后让我的个人发展有很多的可能性，能补足我成长的空间。第3个就是你拿到的回报是和你的付出能够公平的。就差不多这3个构成了一个心动的 offer 的所有的元素，对吧？是。我们可以用1季的时间去讨论一下，就比如说，哎，传统我们原来印象当中的主持人10年以后还是那个样子吗？还是说10年以后他可能就变样了？那我们可以讨论说，哎，你当下到底可以学到多少东西？就是让智胜觉得说啊。要干那么多活儿，那个聚光灯又不在我身上，那个这东西是不是能学到，以及他现在的回报怎么样，我们都可以讨论一下。好，全林老师最后说的很好，我把这个问题悬置在这里，我们用1季的时间来观察，来体验主持人这个行业这个身份，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当中，可能会迎来怎样新的朝阳和新的变化。那这一季呢，从今天开启，一批有志于投身传媒行业的实习生将在上海东方卫视开启30天的实习生活。他们将经过台前幕后多个课题的考核，来争取唯一一个正式入职东方卫视的 offer。当然，我们加油团每期也将通过实习生的课题表现来预测他们的排名。每猜对1次，我们就可以点亮一个渴望灯牌。当我们猜对7次以后，加油团将成功为实习生争取到一个额外的神秘福利。好了，那竞争与合作并存的职场故事又将迎来一次全新的更新。踏入主持人这个行业实习第1天，可不是报个到那么简单。他们将面临每个主持人刚入行都要经历的第一件事——试镜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。哦呦，这么高端，这经典的上海装法。3件套啊！3件套。哇，好帅！这么帅吗？哎呦，这都青春气息。你看每个人的气质还挺多样的。是。那姑娘有点欧美范儿。哎，高眉深目。哎呦，哇！东方卫视。哦，张希，希格。哇，白许许，哇！
哇，陈晨这老师我之前合作过了。有遇见。吴越老师，哎，我觉得他们至少赚了这个，因为一般实习生进来哪有这4位代教老师那做不到当然，所以令人心动啊。你给他们准备的那个连线，他们自己要想问什么吗？5分钟连线。对，问题是他们自己的。哇，上来有这么残酷吗？直接来就进入正题嘛？那太可怕了，那太高压了。包括在20分钟准备时间之内，对，所以实际是，我觉得有点短，实际是短的。我原来跟他们说半个小时吧，起码。我说的是1小时。对啊，1小时。紧张感吧，强压之下看看他们的能力到底怎么样。这个说的是对的。其实那个主持人就是一个强压下的工作。是。哇，哟，青涩，我同学，这个就你同学，不是，真是你同学？我室友，哦，这么巧，那能讲好多故事。对。老师您好 ，Hello， 我是新来的实习生。Hello， 你好呀。你叫什么？我叫侯子泰。侯子泰。对。我们可以先到休息室休息一下。行。你可以在里面休息一下。好。你是今天的第一个。我是第一个吗？随便挑吧。行。我觉得这种地方就是第一个去，真的是最难的。尬呀，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而且不知道坐哪儿。对呀。我是第一个，天哪！下一个。下一个同学来了，我先把身转过来。哎，他是那种 OS 全部口播了啊，这心里的。哦，冯琳师姐啊，冯琳师姐，我们学校很出名的哦。她现在在上海电视台哦。已经有一个人来了，这么快？对。那我去看一下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哪个学校的？中专的，我们师弟。对。你要不要逗逗他？这里是会议室，你可以先休息一下。好。Hello。师姐好。哇，师姐。Hello。你好。干嘛这么商务啊？这个怎么要握个手吗？是。哦，今天又看到你很惊喜。坐吧。坐呀。怎么这么晚？师姐，你是跟我们一起来实习吗？被骗了。我有点紧张。我也有点紧张，我很紧张现在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不知道会有谁来。我不就来了吗？你怎么今天来这么早啊？你第一个。对。你现在大几？现在马上要上大4。那你们班报的人多吗？您是说来报这个实习的人吗？哎，你叫我姐吧，你别说你。好姐，那个挺多的，我估计是大概都报了。哦。好吧，我不是，我是助教。你有骗到他吗？真骗到了，我特别震惊。我说啊，真的吗？他真的相信了？我真的相信了，真的特别真诚。然后我特别真诚的骗了一个人，所以是我的那句话起了作用。这里是休息室，你休息一下。对，我以为说师姐是跟我们一起来这个实习的。师姐都不可信。对。好的，你自己休息一会儿啊。我感觉好蠢啊！我问冯琳师姐是不是来实习的？我，这是真的是医生。第二个。哎呀，有人来了。他
径直的绕过了我们，走了进去。我们不需要去银行家吗？你看他会去哪儿吧？哎呀，歪打正着啊！哎 ，Hello， 嗨，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高兴认识你。你总是来实习的了吧？对，我们坐一起吧，好，我叫王玉，你叫你好，称呼我叫侯子泰。我们先加个微信吧，行，一块方便沟通，拉他们群。行。哇，这是社牛。哇，不愧是主持人，破冰4块。咱俩是拿到早鸟票的选手。嗨，你在哪儿上学？在传媒大学。传媒大学。哦，我本科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就读，本科就是播音主持了。中戏的播音专业。这男孩声音很好。然后今年从剑桥大学毕业，学的是数字人文。对。哇，剑桥大学毕业，数字人文，学霸呀！哎，那你是03年几月的？我是03年5月份，我是双子座。双子，对，哎，我们都是风象。我是1月底的，我水瓶座，双子座。哎，那你 MBTI 是啥呀 ？INTJ。那你行动能力很强啊。也分情况嘛，有的时候我也挺懒的。那你之前有实习过吗？有实习过。你觉得之前的感觉跟这次感觉有什么不一样？哎呀，感觉我像在接受采访。这就看出来 E 人和 I 人，就是主动性在谁手里？哎呀，感觉我像在接受采访。没有，我们就闲聊，因为我之前的感觉，其实说实话，这次稍微忐忑一点，因为这次什么太未知了呀，因为这什么都不知道。一开始进入到这儿以后，完全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走。对，这个确实是这样的。来了，下一个。哎呦，好亮啊眼睛！都市丽人。我认识，天哪！因为刚才跟我们俩的，好酷。请迎接一下。Hello， 你好，是这里吗 ？Hello， 师姐好，师姐好，这个也是师姐，太巧了，师姐好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熟人吗？这不是。熟人。那我就坐这儿了。好的。哇，师姐太巧了，你还记得咱俩是什么时间认识的吗？去年。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。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是帮你送了2份文件。对，确实好像是。对，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。看这个艺人怎么加入这种熟人社交。你俩都认识了，那我认识你呗。好，你是？我叫王玉，对，然后我本科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就读，然后今年是从剑桥大学毕业。从剑桥毕业。对，好厉害！我天哪，我一听我瞬间剑桥，我心跳都加快了。怎么认识你啊？我叫李雨佳，你可以叫我雨佳或者佳都可以。好呀。然后我现在是研1在读，然后我跟师弟一样，我俩都是就是中传的播音系毕业，然后研究生现在在国际传播白羊班读。哦呦，厉害！我知道那个地方，我之前读研的时候想去读那个。是吗？对。那你俩都有微信了？对。那我这样吧，我加一下2位，然后我们3个先建个小群。好呀。哦呦，他好主动啊！很会。来。姐，你喝水吗？没事，我一会儿自己去倒。哇，原来你们都认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一来我说，哎，这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？我感觉是新手村，新手闯进了。没有，你在戏剧学院学的也是播音主持。对。那你应该是几级的吧？我是19级的。那你是我们师哥。是吗？对，我是20的。20级。姐，顺手。谢谢师弟。顺手帮你倒了点。谢谢。太播音生了，真的。就一般接水这个，我们可能上课什么的都会，就是有这样的情况，大家都会很主动的就去帮助别人。你们来很久了？来了也不久，对。所以说每一个人来，我们都很期待，对。那我现在加入这份期待了。对，我们就可以迎接下一个实习生了，哇，来了！这个朋友来了。Hello， 长得好甜呀，你也是。我们可以直接坐是吧？对，好的。我们已经自然分拨了。对。怎么称呼你啊？
哦，我姓杨，杨林蔚，羚羊的羚，蔚蓝色的蔚。我叫李雨佳，你叫我佳佳就行。哦，佳佳。你是哪个学校的呀？我不是科班生。哦，对。我是英国那个曼彻斯特大学的。哦，对。剑桥。剑桥。我在剑桥。我经常去曼彻斯特玩。啊，真的吗？你在曼彻斯特学什么专业啊？我学经济学。学经济学。经济学。经济学。就是跟这个也毫无关系。哇。本科吗？研究生。研究生。对对对。然后就是平常可能自己爱好会喜欢做一做播音主持这样子。好棒啊，跨界。哇，这应该算是目前第一个跨专业的选手啊。所以你们都是播音生吗？是。我们3个本科都是播音生，对。多多学习，共同学习。你们有没有觉得他长得像那个谁？毛晓彤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，确实像小的，就很像。是我的荣幸，倒是我。有没有很多人说过你有点像？之前有同学会有，但是我还是。他们好 happy 呀！我怎么感觉以前自己没有那么放松？让他们自己社交一会儿吧。你喝水吗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谢谢，你太贴心了，太贴心了。倒水在那边吗？对，在那儿。你们3个往这儿一坐，我有一种心动的信号的感觉。是安静的信号，心动。就是表扬我们的，表扬我们都非常的人模人样的。哎，我现在整个人还是红润的状态，是吧？你看你看我的手其实全是汗。2个强装镇定的男孩，强装镇定，和2个落落大方的女孩。哇，目前你们3个全是研究生，唯我一个是本科生，多好啊！你不觉得这样很有竞争力吗？得圆回来，看看他怎么圆。就是你什么有什么竞争？就是你什么都不用怕，就是如果什么都不用怕，就是因为我们读了书越多，可能会越有负担，越有压力，或者可能有各种可能性。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啊。他这种习惯性的去捧别人就很难圆。